印度人并没有认识到是谁为印度经济带来了增长，是谁让穆迪能够坐在总理的位置上如此踏实和安稳。并不是穆迪有什么无上妙法，而是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火车头所起到的牵引作用太强大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经济可以起飞，印度为什么不可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对比一直是国际政治界的一个重大的话题。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谁的体制更好，其示范效应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其有价值的。从起步基础看，印度其实比中国要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印道路的优劣对比现在结论已经很明显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印度的好几倍，而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的稳健，基本上做到了完全独立自主。印度的情况呢，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最近呢，有印度研究人员回顾历史，认为1989年到2014年这个时间段非常关键。说在这个时间段里，印度因为政府反复的更替，政治不能稳定，所以根本就没法搞建设。而比如中国迅速的完成了三峡大坝的建设和发电，而印度的纳尔穆达大坝就用了48年还没完成。2014年呢，穆迪上台，这个是印度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印度的发展呢进入了快车道，可以追赶中国了。这位研究人员认为穆迪上台以后为印度的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在7年里实现了6万多个村子有厕所了，让2.8亿户家庭用上了电，修了4万6千公里的高速公路，装了一大批节能的 LED 路灯等等。我们暂且不去评价这些成绩的细节质量是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穆迪比之前的印度领导人做的都要好一些。作为印度的邻国，我们当然希望印度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穆迪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搭了中国的车。没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印度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大一个客户来大量进口它的铁矿石，印度也不可能找到像中国这样一个价廉物美的供应商来解决它的国内市场的供应问题。我们还记得在中印贸易刚刚开放的那段时间里面，中国制造的手表这一类的小型消费品呢，进入印度市场，引发了印度民众的抢购狂潮，让很多印度人第一次拥有了手表之类的消费产品。这样的传奇还没有结束随着中国的手机大量进入印度市场，印度人也终于可以享受到信息社会带来的便利正是因为华为向印度出口了大量的电信设备，印度才能够搭建起移动网络。如今相当多的在推特上对中国破口大骂的印度人，如果没有华为，他们连看见世界的那道缝隙都不会有。印度的美好前景似乎在疫情爆发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据统计2020年的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缩水了将近 8%。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采取极不明智的举动，向外转移国内的矛盾，在中印边境上挑起和中国的冲突。英国政府和印度民间还有相当强烈的叫嚣，表示要抵制中国产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是有句话叫做嘴里说着不要，身体就很诚实。在整个2021年，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在2021年的上半年，中印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3730亿元，其中中国的顺差达到了1820亿元，也就是说，印度经济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中国带着跑的。是谁为印度经济带来了增长？是谁让穆迪能够坐在总理的位置上如此踏实或安稳？并不是穆迪有什么无上的妙法，而是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火车头所起到的牵引作用太强大了。中国和印度完全是两种类型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而印度却一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今天也没有做到政令的完全畅通。
中国是因为迈过了工业化的门槛，才做到了经济起飞，而印度连工业化的基础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中印经济差距越拉越大是不可避免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